吃鸡游戏，但是参与者是国家，在这片土地上拥有100个国家，但最终获胜者只能有1个。他们究竟会如何使用发展谋略，使得自己成为活到最后的赢家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今天我们扮演一回上帝，观看这些小人在百国大逃杀里面的表现。本场游戏设置如下：每个国家初始为10人，岛屿之间相互连接。为了避免4个角落的岛屿连接的敌国太少，占据优势，额外再给他们增加一条连线。游戏开启全民皆兵，所有平民也能参战。为了迎合超快节奏的战斗，还开启了快速提升城市文化、城市建造、人口、城市扩张的功能。一句话概括，城市发展会超快。同时，为了让本场吃鸡玩法更刺激一些，每隔5分钟，我们扮演的上帝将会施展神的恩赐。最弱的国家能脱离苦海，通往天堂；最强的国家会增加数个开战国，要么被他们讨伐之灭国，要么扛下来并将他们反吞并。这个神的恩赐直到场上剩下3个国家时候就停止了。100个国家，哪个国家是你看好的呢？欢迎发在弹幕上。战斗一开始，大家都在疯狂的生育爆人口啊，为之后的发展做准备。你好啊，有空一起吃饭。2个国家的人在相望，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了。每个国家除了大量的造房子，为提高人口数量做准备外，还建造了港口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贸易了，以及为未来的海军出兵攻打远方做准备。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贸易了，互通有无。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粮食资源决定了能养多少人，矿物资源决定了城市能发展多快，能造出多强的武器，目的是取得战争优势。已经有人利用木头打造出史诗级武器了，木头的剑。目前100个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的状态，没有发动战争。有的国家选择了用资源来造风车，这样就可以在风车附近耕种，实现粮食自给自足，给人民幸福感。但这个31号国家并没有选择耕种农地，他们用资源造了大量的房子和市政厅，用于提高人口上限，并养了军队。他们完全没有资源去养这么多人啊，说明他们要把邻居当粮仓了。多国开始宣战。3号国家和13号国家爆发战争，而目前3号国家的人口是占有小优势的呀。蓝色方的3号国直接出兵攻打紫色的13号，并用弓箭大量远距离射杀敌人。紫色13号快速失去了抵抗能力，剩余的人民选择投降。非常快速的13号就亡国了。就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面，在我们没看到的地方，多国也爆发了战争，也有其他国家相继亡国。现在黄色33号国家攻打紫色43号，隔壁的44在攻打54，怎么都那么喜欢从上往下攻呢？黄色进攻方直接侵入领土，在自家领土和敌人作战是非常劣势的一件事情啊！大量手无寸铁的孩子受到了惊吓，他们在躲藏啊。虽然我们开了全民皆兵，平民也能战斗，但孩子年龄不达标是不能战斗的。而入侵者暂时还无暇屠杀这些孩子们，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守军身上了。43号发起了反击，指挥官举起了旗子往上冲锋，一举反歼灭对方，吞并了对方的领土和获得了对方的平民。但这场战争的代价是惨烈的，他们的居民房和市政厅被烧毁了。比赛来到了第一个时间节点，让我们施展神的恩赐。最弱的国家10号处于地图的最角落，人口仅剩4个人，而他们将迎来和平，并抹去他们存在的痕迹。最强的是3号，是此前最早发动战争的国家之一。目前他们爆人口爆到了113人啊，对周边国家形成了极强的威慑。他将会被邻国2号、12号联合讨伐。针对霸主的讨伐开始，双方互相攻击，死伤惨重啊！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厮杀，3方都陷入了即将亡国的状态。这场讨伐战究竟是3号霸主获胜，还是2号、12号获胜呢？顶不住了，2个讨伐国，一个仅剩12人，一个仅剩3人。话音未落，12号国只剩2人了。但12号国没有放弃啊，他的弓箭手杀疯了，疯狂杀戮胆敢入侵的敌人。这人拥有传说级的铁弓，这把武器已经击杀了11个人了，甚至还把霸主的国王给射死了。但霸主国根本不慌啊，很快就拥护了新的国王。辽新国王不到5秒钟又被另一个讨伐国杀死了。玩呢！12号国的弓箭手不仅杀退了来犯的敌人，他为了遏制霸主的有生力量，还攻击他们的儿童，这招非常残忍，但打得霸主缓不上来，无人可用。而这么残忍的人，他还拥有弑君的特性。别看他现在忠心耿耿，等杀退了敌人，转头他可能就把自家国王给杀了。在12号国家不断消灭霸主的有生力量后，另一个讨伐国趁机占便宜，消灭了3号霸主，吞并了他的土地。身旁的5号国也完成了吞并，获得了3块领土。6号国则很特别啊，斜着占据了2块领地，这根本不接壤、没连接在一起的土地是怎么打下来的？现在我们能看到不同国家打算做的事情：有策划发动战争，用竞争夺取资源的；有寻找盟友或试图加盟，用合作换取生存空间的。左边的 Power of Steel 钢铁的力量联盟拥有3块土地，177人。而处于地图中心的国家，人人自危，四面环敌的危机感使得他们比任何国家都需要合作。他们成立了 Friendship of Super Me 至高无上的友谊联盟，他们拥有5个国家，268人。而有另外5个国家则选择了和远处的国家结盟，远交近攻策略啊。
第二次神的恩赐时间到，最弱国是59号，只拥有19的人口，里面的人民普遍拥有明智的特性，属于聪明人。国王拥有带领人民走出愚昧的决心。看来这个国家的平均智商很高啊，明白打打杀杀不是出路啊，这太可怕了。幸好神的恩赐就是为了预防这种国家的出现。本轮最强霸主为6号国家，占领5片土地，并拥有225人。他将遭到2号，怎么2号的邻国次次都霸主？他将遭到2号、7号、8号共3个国家讨伐。霸主国225人，讨伐联军300人。但没想到6号国在得知3国和他开战后欣喜若狂，正愁没理由打你们呢，这回主动送上门来，疯狂吞并了2号的领土。2号从3块领土变成1块，仅剩的1块也即将失守。7号直接亡国没掉了，这证明了能当上霸主是有一定道理，至少得是个战争狂热分子。可讨伐国为何会处于如此大的劣势呢？原来8号想着反正不与霸主接壤，为何不观望一下呢？抱着等别人先上，自己再捡漏的联合作战思想，导致3个讨伐国的出征兵力严重不足。这可酿成大祸了。霸主吞并7号后，直接与8号接壤。现在霸主拥有8块土地，214人；8号只有2块土地，118人。后续的仗怎么打？霸主杀向了8号啊，这是要把3个讨伐国一起吞并的节奏。这场讨伐战争还没打完，下一次神的恩赐的时间又到了。最弱的国家是83号，居然只有13个人口，里面的人民拥有幸运的特质。快对着流星雨许愿吧！上一轮霸主6号国仍然是目前最强霸主，就会继续增加几个讨伐国。霸主撑不住了，多线作战太难顶了，领土接二连三的失去。亡国，霸主亡国！2号国家完成了对霸主的吞并，又是2号国家。第一次讨伐战就是他吞下了霸主国。所有的讨伐战中，他用1块领土30人扛住了身旁霸主的进攻，一直蛰伏防守，最终把握讨伐的时机，再一次吃下了霸主。要说运气啊，2号是最差的，自己的邻国全是霸主，但他能把握时机翻身，有打逆风盘的能力。国王能力超群，2号国有成为冠军的潜质。同时，世界各地的战争不断，各个国家也在进行领土扩张。又到了神的恩赐的时间了。16号国是最小的国家，占据了2块土地，却只有8个人。最强国是81号，他拥有5块土地，265人。老规矩，让邻国讨伐他。霸主一听多国和他开战，乐疯了，一波闪电战，同时吞并了多国领土，版图扩张了1倍啊！这一波反击确实增加了领土，但人员分得更散了。此时，近代世界讨伐国之一31号出动了，他们纠结了大批军队，剿灭了霸主的军队，收降了剩余的人民。另一个讨伐国93号见状，也赶紧抱兵参上一脚，直接将霸主国81号打到屎崩。至此，霸主81号亡国。各地陆续爆发出了大规模的冲突，随后经历了很长时间，场上的格局也逐渐清晰起来。曾经的强者2号国家，那个参与2次讨伐、打败过2次霸主的国家，成为了新的霸主，但他被多国联合讨伐后，迅速亡国。左下角的讨伐国之一93号成为了新的霸主，拥有607的人口，同时最弱小的国家仅4个人，国力差距极其悬殊。要知道，霸主还有兵营、矿场，他们已经拥有了钢制装备，有上好装备的士兵，才是100国大逃杀活下去的根基啊！为了方便区分，我们将93号霸主改为白色。在讨伐中，霸主93号反复吞并了多个讨伐他的小国，在撑过5分钟的联合讨伐后，霸主人口逆势上涨100人，再次增加讨伐国。霸主此时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报了大量的精兵上船，目前已经有54名士兵上了这艘战船。好计谋，既然邻国仇恨自己，不如攻打远方，找一片净土。可没想到，第2轮讨伐结束，93号还是霸主国，再次增加讨伐国，这回是全地图一起讨伐93号。同时，霸主的战船刚好出击，征服了大片海外土地。他的策略本来是对打，这能让他避开大量仇恨他的邻国。但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仇恨他，战船策略突然失去了意义。很快，他新征服的区域就被打下来了，而霸主的大本营仍然坚不可摧啊！这谁能忍啊？全部国家围攻都讨伐不下来，这鸡不是被93号吃定了？于是34号出发了。34号国家的特点就是喜欢发展海军，占领海外领土。连超级弱国只有64个人的国家也主动发起进攻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兵，93号被分割成2半。又经过了5分钟，93号仍然是全图霸主，也就是所有的国家齐心协力打了他那么久之后，他仍然是霸主。93号逆风局的能力极强，但多线作战让霸主身心俱疲，版图开始了萎缩。邻国也集结了一波又一波的军队出征霸主。霸主的国王开始亲率军队乘坐战船前往失地斩杀敌人，收复失地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游戏已经死亡了19000人。人们开始建立神像，祈求神明的帮助但这也都是徒劳的，99%的国家终将覆灭，只有1个国家能活到最后。尽管霸主很努力但仍然抵挡不住洪水般的讨伐联军。最终93号在撑过8轮讨伐后亡国。一经落万物生，昔日霸主已逝，世界格局迎来新的变化。
比赛也来到了最终阶段，最弱国21号被和平后，居然还有幸存者没有被炸死，他们游啊游，游到别的邻国，被射死了。目前最强国是46号，他从地图中间发家，吞掉了曾经的霸主93号的领土，目前占据了半个地图。没错，就是当初那个结成至高无上友谊联盟的国家。46的霸主被联合讨伐后亡国，最强霸主变为78号，拥有上千人口。同时，他还和邻国结盟，一起进攻远处的国家，远攻近郊策略啊！他们联盟共1837人，是最大的联盟。但霸主被讨伐后奄奄一息。最强国又变成了11号国家，位于地图上方，而11号国家的战士身经百战，随便一个人就杀了40个人。而国王的防具武器更是应有尽有，这把武器更是曾经杀过了76人，如今被献给了国王防身。但国王自身没有太多的前线战斗经验啊，他本人也才杀了3个人，说明如今的11号霸主的国王是指挥型天才，根本就不怕被讨伐。78号不信邪啊，不断的造房子，将前线尽可能的往前推进，去讨伐霸主国。结果78号自己被打残了，从原先的霸主国变为了最弱的国家，享受和平的待遇。すごい。至今战场格局已定，游戏从原先的100个国家锐减至5个国家。11号当今的霸主1496个人口，占据半个地图，被剩余4个国家联合讨伐。31号414个人口，他是游戏最初期用所有资源造军队的国家，武德充沛。30号位于地图左下角，为了方便他出击呢，我帮他修了路。68号和右下角的89号国家选择了结盟。这5个国家里面有大家当初看好的国家吗？现在你又会压住哪个国家成为冠军呢？欢迎发在弹幕里面哦。由于89号国家只和同盟国结盟，所以他们派出战船直接出征霸主国，占领了霸主的3块领土。左下角的30号国家则派出大量陆军，4国都想趁着讨伐阶段把11号霸主的领土占为己有。但刚刚打下来的领土就迅速被霸主反攻回来了。11号霸主还是个硬茬。11号霸主反而迎来了全盛时期，版图扩充至最大。右下角的89号国家故技重施，再派海军出征攻打上面，同时再从本土派出陆军进攻下方，上下夹击以非常恐怖的速度蚕食了霸主的半壁江山，甚至实力超过了霸主11号国家。目前最弱的国家是31号，下注31号的观众要失望了，他们要被淘汰了，31号要被送去见上帝了。目前最强国是沉浸在犄角旮旯的89号，他将接受其他国家的讨伐。89号被曾经的盟友讨伐，大量的房屋被烧毁啊！但没想到攻击他的盟友夺先开战，又攻击其他国家去了。这什么操作？难道不是应该集中精力攻打一个国家吗？霸主89号故技重施，再次派出海军直插11号的中心。由于11号的士兵都分散在边境呢，完全来不及回防，中心地带再次失守啊。89号继续使用海军和陆军夹击战术，将11号打得溃不成军，接管了11号的领土、人民和装备。89号国力飙升，曾经的霸主11号沦落到要国王出征了。国王出征，收复了2块失地。可这时，左下角的30号国家直接出兵攻打了89号，似乎想趁乱争夺领地。89号没有理会啊，仍然是先干死上一任霸主11号再说啊，防止复活。11号大本营的领土丢失，只剩下中间地带以及100来人口。89号仍然在死盯着11号打，没有动摇过。而30号和68号深知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不断的猛打89号，想要平衡战场的局势。霸主89号成功的将上任霸主11号打亡国了。可现在30号和68号似乎结成了联盟，一心对抗他了。可现在霸主89号能腾出手收拾他们了，他再次发动海军，快速收复了失地。但30号也不是吃素的呀，丢掉了4块领土，反手再把霸主的大本领给占了。霸主不以为然啊，率领着收复上燕霸主的军队，浩浩荡荡的开始出征。30号国家的箭塔根本挡不住那么多陆军啊，前线防线直接被攻破。但霸主的陆军碰上守军后，迟迟撕不开口子，继续上计谋。仍然是海军绕后攻击，先打下后方，海军再和陆军前后夹击。但这时68号国家直接插手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剿灭了海军，阻止了夹击。但他也占领了这个领地。但不得不说啊，这68号占领盟友的土地，这是相当短视的行为啊！难道68号想凭自己只身一人对抗霸主？89号仍然保持一贯的优良传统，按着一个国家打到亡国再说，所以他完全没有管68号，再用海军绕后偷袭30号，配合陆军前后夹击的策略，把最弱小的30号打亡国了。如今1v1对决，68号空有小聪明，却如何抵挡3倍于自己的劲敌呢？霸主89号人口跃升至2000人，派出了大量的海军、陆军同时进攻，给68号上演了全国开战的惨烈场面啊！68号根本不知道该守哪里啊，每一个地方都被进攻，不一会光速亡国。89号成为了本场百国大逃杀的获胜者。至此，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了5万人。要知道，当初100个国家总人口也才1000人。
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不妨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哦。我是小贝游戏食堂，我们评论区见。